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迈克尔·吉尔迪上将公开批评了美军在过去10多年犯下的致命错误之后，表示美国海军重新审视建造军舰的观点。而不少观点认为，正是中国海军的崛起，让美国海军意识到犯下了致命错误。然而，事实上造成美国人过去10多年不断犯错的另有其人。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迈克尔·吉尔迪上将说了什么？在美国海军水面舰艇年会上，可以说迈克尔·吉尔迪上将用离奇愤怒的口吻批评了美国人过去10多年的荒唐错误。迈克尔·吉尔迪上将指出，过去10多年建造的3艘最新军舰都是失败产品，包括福特级航母、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和滨海战斗舰。福特级航母的失败显而易见，从2017年交付海军，至今还因为电磁系统故障无法运营，且建造费用从预算的70亿美元暴涨到150亿美元。福特级航母将可能成为拖垮帝国的最后稻草。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从世界军舰梦幻战舰的地位，变成了世界军舰建造的笑话。一艘看起来科幻无比的军舰，居然无炮可用，这是美国空军的隐身计划刺激下的变态产品。F-22的极大成功让美国海军幻想又有一艘隐身的军舰，建造是建造出来了，但是成为了海军的吉祥物。美国海军怒将32艘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的订单减少到3艘。滨海战斗舰的失败更加显而易见。2020年2月，美国海军退役了4艘滨海战斗舰，其中服役时间最长的只有12年。由此可见，美国海军对该军舰失望的程度。果真是中国逼迫美国海军改变了观点吗？在美军决定重新捡起阿利伯克3级驱逐舰的建造计划之际，就有军事观察人士指出，正因为中国的055型驱逐舰的出现，让美国人恍然醒悟，他们过去建造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不仅耽误了建造新舰更新换代的时间，而且浪费了数百亿美元的海军预算。055型驱逐舰的确让全球诧异，中国设计的这款现代海战军舰，虽然外观没有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那么科幻，但因此说中国海军的崛起逼迫美国人做出改变，显然是错误。更确切的说是，中国人让美国人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让他们没有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不过，也有另外一种分析认为，美军在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上的失败，是美国创新动力的失败。过去10-20年，美国国防科技推进相对来说问题重重，除了海军，空军也是一样。除了一款 F-22低配版的 F-35面世，美国空军从有无人机到无人机研发都止步不前，依旧在吃冷战时期创新的果实，以至于有人说苏联解体了，美国就止步不前了。分析指出，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失败的核心原因之一是电磁轨道炮的研发失败，然而中国在这一领域却取得了领先美国的成果。另外，美国船厂即使在没有舰炮的情况下，都将诸舰的造价整到了70多亿美元。有人指出，如果将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的图纸让中国制造，估计造价不会超过20亿美元。如果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是在中国立项研发，它将会成为一个成功的产品。福特航母、诸舰以及滨海战斗机的失败是美国创新动力的失败，是美国人的失败。美国人过去20多年醉心于华尔街金融，满世界的收割羊毛，美国军火商则醉心于每天算计着如何收割美军预算的羊毛。因此，不管如何分析，说是中国逼迫的美国海军改变观点都是错误的。果真另有其人吗？是谁？实际上，2020年到2021年初，全世界经常有人说的一句话是“只有美国人击败美国人”。实际上也是这样，美国人正在击败美国人，美国驻美国大使馆都出现了。至于为什么会这样，以笔者的水平以及本文的篇幅，很难分析出完整的答案。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美国人的贪婪吞噬了美国人自己。在过去的几十年，美国人对权力的贪婪，让他们过度的牵涉到全球的战争中，耗费10多万亿美元。美国人对财富的贪婪，让他们的精英人才集中到了华尔街。美国军火商也是一样，他们不断索要军费，至于军舰，他们漠不关心。提起现在的中国空军，人们脑海里第一个浮现出来的代表必定是歼20。其实我国自主研发的第一款5代机，是继 F-22和 F-35之后，世界上第3款进入量产的第5代隐身战斗机。如今的歼20也在一直不断的改进自身的性能，加入到空军常规化军事训练中，而且也已经参加战备值班。值得注意的是，或许正是因为歼20在中国空军史上的重要地位，使得我们忽略了歼20的一个更加深远的意义。长期关注中国军事发展的观察家李克桥在《外交学人》杂志撰文表示，歼20是一个分水岭，它提高了西方观察家对中国的军事预期。随后他给出了更为直白的例子加以解释，称在歼20首飞之前，055运20、003航母、076两栖攻击舰等项目，有些会被人认为是天方夜谭，但是之后西方人会认为这些项目理所应当。我们知道，一款优秀5代机的研制并不像表面上看上去那么简单。拿歼20颇具争议的压抑布局来说，
它的研制并非是一帆风顺的。据消息透露，压翼的初步设计是压翼和主机翼的设计，而后又经过一系列的方案更新和试验，又加入了边条翼。在提高隐身性能上，首次采用了喷涂机器人的方法，在减少喷涂隐身材料难度的同时，也提高了隐身性能，可谓是一个创举。这些一个个事实也直接说明歼-20是中国克服重重阻碍之后的产物，同时也象征中国的制造水平的飞速提升。可以说，在外界纷纷质疑中国独自研制5代机只是异想天开时，歼-20的出现狠狠地颠覆了外界对中国军工制造实力的认知。也就是从那以后，解放军的大型项目如歼10、054A 护卫舰、052BC 驱逐舰、空警2000预警机，都在公布之前被外界进行了长期的推测和分析。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歼-20的成功，让军事观察家的猜测成真，人们不会重视后来的这些传说中的项目。因此，从这一层面来说，歼-20不再仅仅是一架简单的先进战机，而是中国军工制造打破西方偏见的一个分水岭。歼-20完完全全做到了。以前西方总是在质疑中国不能成功，但是现在的事实是，世界每天都看到中国以非凡的方式取得成功。布里奇沃特联合会创始人表示，世界不能再对中国的崛起视而不见。如果您一直是中国的怀疑论者，我建议您清理思路。近期我国量子技术领域捷报频传，量子计算机和量子通讯这2大量子研究方向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自古以来，数学书籍为名的9章计算机面世以来，就意味着中国的量子计算以100亿倍的计算效率超越了美国谷歌曾宣称的量子霸权，建立起量子学研究领域一座全新的属于中国人的里程碑。尽管目前有关量子计算机的研究还停留在比速度、看谁先通过高斯波斯取样问题中500万个样本的考验这一水平层次，无论是中国的9章还是美国的玄铃木，都被量子学的大佬约翰·马丁尼斯教授批驳为应试教育版本的短暂领先成果，尚未被证实具备超越高斯波斯取样试验是多样化计算需求、解决实际计算问题的能力。但不管怎样，能够以100亿倍的效率得出相同的正确结果，已经可以作为一项难以企及的成就，予以认可。或许是面对吞吞吐吐仍然令人出不了门的大流行，科学家们在量子研究上一再破获前人不曾取得的巨大成就。当美国国际商务机器公司在1989年首次完成量子蜜月分发实验时，当时的蜜月分发所经过的线路仅有32厘米，似乎仅仅是将棉线对讲机的介质从棉线化作量子。但这无疑是量子通讯的开始。量子通讯与棉线传音，甚至如今的光纤通信都有着本质不同。棉线和光纤其本质都属于有限介质，自身影响范围有限，而量子通讯所依靠的是2粒微乎其微却又纠缠不休的量子，即使相隔千百公里，也能够实现瞬时数据传达。此传达并非是声音本身跨过千山万水而来，而是2颗相互联系的量子彼此之间同进同退的承诺。如果这边的接收终端的量子因信息数据的加载而发生变化，另一终端的量子也会在同一时间发生相同的变化。这种超越距离的特性，就连博学如爱因斯坦者都要惊叹一句如鬼似魅。实际上，利用光的传播而研发的光纤本身也可作为量子的通讯桥梁，但是光纤作为介质时所传输的信息数据会因光纤本身的存在而受到一定的磨损，而发生损耗。天气不好的时候更为明显，这就能解释为什么光纤通讯中打电话的我们时不时就会抱怨起来听不清、断断续续之类的信号问题。那么量子通讯如何克服这一问题？这时墨子号量子通讯卫星就登场了。这不是墨子号的首度登场，更不是通讯卫星的首度登场，但这次墨子号所实现的4600公里量子通讯效果却世所罕见，目前也仅此一例。美国自然艳羡不已，但根据美国2020年量子网络战略愿景与欧洲量子计划战略研究议程，未来10年内都恐有能与中国量子通讯已取得的成果相匹敌的存在。普通的通讯卫星与地面有线通讯相比各有优缺点，地面有线通讯会受到距离障碍物等影响，而卫星通讯则能够在地面有线通讯技术无法到达的地方，通过卫星这个中继站实现信息的中转与传输。但是缺点就是普通通讯卫星只能通过接收释放电磁波进行信息传送，而电磁波的传播速度说快不快，说慢不慢。等到去地外卫星基站走一遭，再回地面终端，那离即时通讯的门槛还远了一点。所以虽然数据信号损耗小，但延时高。而量子通讯卫星因为使用量子技术传播数据信号，而改正了高延时的毛病，真正做到即时高清通信。而量子纠缠其微乎其微的存在，而难以被监测，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一旦被监测或复制，数据信号就会发生改变，而纠缠的另一粒量子就会当即表现出这种异常。
从而实现监测器发现这种可怕的反侦察技术。但是地面上还是光纤传输的速度快，效果好。为了配合墨子号量子卫星，我国研究人员也搭建起了名为京沪干线的中国首条光域光纤量子通信干线网络。继墨子号量子卫星2017年6月成果实现1200公里的量子纠缠实验之后，于同年9月正式开通，并配合墨子号卫星完成了全球首次洲际量子保密通信。此次实验更一举突破长达4600公里的量子保密通信，已有150名用户率先体验了这一技术成果。未来还会与奥地利量子信息研究所合作建立国际信息通道，实现长达7500公里的洲际量子加密通信。感谢收看本期闲品科技，老闲人就此说再见，下期再会。